冷战的结束听上去像一场大胜利，可对美国的军工厂来说，更像是突然拉闸断电。1991年沙漠风暴的胜利把美国军力推向神坛， F-117夜鹰的黑色剪影，战斧导弹在巴格达夜空里的火光， B-52的轰鸣，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未来战争的预告片。可外界刚以为美国会继续造出更快、更猛、更离谱的武器时，五角大楼却在预算表上画出了一条冷冷的红线。敌人没了，钱也没了。苏联解体，美国赢了历史上最干脆的战略胜利。可对军工厂来说，这不是狂欢，是悬崖。几十年靠着吓唬苏联拿预算，突然发现最大的客户不见了，生产线停工，厂房荒废，工程师下岗，工人转行去造冰箱。冷战的炮火停了，可另一场无声的战争才刚开始。战场不在波斯湾，不在欧洲，而是在华盛顿的合同桌上。谁的企业能活下来，谁就能垄断未来的天空。冷战40年，美国军工厂活得就像泡在温室里，预算像温水一样不断灌进来。不管是洛克希德、波音还是诺斯罗普，反正都能分到蛋糕。F-15、F-16、航母、潜艇，想搞什么项目基本都能批。竞争也有，但那是奢侈的竞争，就算你输了，也能拿到安慰奖，吃点边角料合同。可1990年代以来，这个温室瞬间降到冰点。美国国防预算从1985年的高峰，按当年价约4300亿美元，到1997年只剩2600亿，实际缩水快2/3。要是折成1997年的物价算，1985年那笔钱其实相当于6800亿。同一时期，不含退伍福利的核心军费占 GDP 比例也从6%直接降到3%。这哪是收缩，是断奶。项目砍得比砍菜还快。有个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，大家可能没听过这个名，其实它就是 F-22的前身，当时业内都叫它 ATF。 这个计划没砍规模，是搞2选1淘汰。原本洛克希德、诺斯罗普各搞一套方案，最后只剩了洛克希德的 YF-22， 诺斯罗普的 YF-23 直接黄了。航母建造延缓，原本计划每年造1艘，变成3年造1艘。陆军新型坦克项目直接凉凉，生产线都拆了，连 B-2隐形轰炸机都没逃过，就是那种雷达扫过去跟找一只小鸟似的，根本难发现的机型。它原本计划造132架，也被硬生生砍到21架。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关了工厂，工人跑去波音造747，诺斯罗普裁员几十万人，差点连 B-2的生产线都保不住。通用动力干脆把整个航空部门卖掉，靠潜艇和地面装备苟延残喘。以前大家习惯了靠苏联这块敌人饭票吃饭，现在发现票没了，饭桌也没了。对军工厂来说，生死考验从没这么冷酷。1993年，一场晚宴注定要载入军工史册，地点在华盛顿。一群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老板聚在一起，国防部长威廉·佩里端着酒杯上台，说了句让全场凉半截的话：“去重组吧。”这句话后来被叫做最后的晚餐，就像福音书里的预言，吃完这顿饭，有人活，有人没。这得提一句，佩里不是光靠嘴说，背后藏着硬规矩。1993年刚过的国防授权法明确说了，不重组的公司以后想抢 F-22、新航母这种大单，门都没有。所以老板们一听就慌了，知道这不是建议，是最后通牒。想象一下现场画面，洛克希德的代表低头翻小本子，已经在琢磨找谁牵手。卖刀的人心里发毛，他们比谁都清楚，要是不找靠山，自己可能第一个出局。诺斯罗普的老板暗暗兴奋，手里攥着 B-2，至少还能坐在牌桌上。从那一刻起，美国军工行业直接进入闪婚模式。结果你们也知道了，洛克希德和马丁合并，成了洛克希德马丁，直接拿下 F-22、F-35这些超级大单。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投靠波音，从此从品牌史里消失。F-15、F-A-18的招牌全挂在波音站台。诺斯罗普吞了格鲁曼，变成诺斯罗普格鲁曼，靠 B-2和舰载机项目继续霸占战略高地。通用动力虽然卖了航空业务，但靠潜艇和坦克留在桌上。而那些没来得及搭伙的公司，菲尔柴尔德、柯蒂斯、诺顿，这些名字从此没了声，连航展的展位都租不起。一顿饭决定了谁能吃未来几十年的大餐，谁只能留下历史的余味。能留下来的企业基本都有俩硬本事，还藏着一个暗招。第一，手里攥着大单，洛克希德马丁有隐身战机，波音吃着民航的大蛋糕，诺格有战略轰炸机。
通用动力靠潜艇、坦克稳住基本盘，没拿得出手的硬货根本没资格上桌。第二，有跨界护城河，波音的民航业务能养着军机，就算军机订单少了，民航的钱也能扛风险。通用动力的海军、陆军业务能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不像单做某类武器的公司一砍项目就死。还有个隐藏技能，国会有人，这一点最关键，却最容易被忽略。比如洛克希德合并马丁，不光是马丁有技术，更重要的是马丁常年给陆军造导弹，跟国会军事委员会的人熟得很。合并后，洛马直接借上人脉东风，抢预算的时候比别人顺得多。没这层关系，就算有技术也难扛住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没活下来的企业就没这么幸运了。麦道曾经辉煌过， F4 鬼怪、F15鹰在冷战天宫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可他在民航竞争里输给波音，新战机项目又断档，最后只能卖身。费尔柴尔德靠 A10 油猪成名，这飞机专门怼坦克，冷战时是北约的宝贝。可五角大楼一旦觉得反坦克任务不重要，公司直接没了灵魂。柯蒂斯、洛克维尔这些二战巨头更可惜。柯蒂斯当年造过 1.3 万架 P40， 飞虎队就靠他打仗，到90年代只剩博物馆的名牌。有人调侃，冷战结束，美国敌人少了，供应商也少了。这话一半是玩笑，一半是真相。到世纪末，美国军工格局定型就是洛马、波音、诺格、通用动力这4大金刚。大整合的好处其实挺明显，资源不撒胡椒面了，几家巨头攥着钱能啃硬骨头。比如洛马整合后，把 F117的隐身技术和马丁的导弹技术凑一块，5年就搞出了 F22。诺格整合格鲁曼后 ，B2 的维护费从每小时12万降到8万，省了不少钱。要是放到冷战，这些超级项目可能早因预算分散死在审批桌上了。但好处背后坑也不小，竞争对手越来越少，价格一路飞涨。五角大楼发现自己每年砸的钱越来越多，却很难逼厂商降本增效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F35， 这飞机的麻烦能列一长串，研发周期极长，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1世纪，耗时甚至超过冷战时长，价格更是离谱。2001年计划批量生产后，单价4000万美元，结果一路飙升，到2015年竟高达1.2亿美元，直到2024年批量生产才回落到8200万美元。此外，它还问题重重，软件漏洞频出，后勤维护状况不断，任务兼容性也存在麻烦。原本设计一机三用，兼具空战、对地轰炸、干扰雷达功能，实际使用却状况百出。正因如此，飞行员私下给它起了个外号“肥电”。结果就是美国纳税人被绑在战机的账单上，想下车都下不了。有人说 F35 是美国军工集中化的缩影，它空前的成功证明了寡头能撑起巨型项目，它空前的麻烦也证明了寡头会让体系失去危机感。五角大楼自己都承认 F35 是史上最成功的失败，听着像黑色幽默，但这就是美国军工的真实写照。按理说，冷战结束，美国军工厂应该关门下班，可事实恰恰相反。90年代的整合让军工形成了一套新的运转机制，核心是一个铁三角：公司、五角大楼、国会。公司要订单赚钱，五角大楼要新装备刷存在感，议员要靠合同给选区拉就业拿选票，三方绑在一起形成闭环。结果就是美国的军费常年高位，哪怕敌人没了，钱也照花。911之后更是一路飙升。很多项目看上去不是为了应对真实威胁，而是为了维持体系。艾森豪威尔1961年就警告过军工复合体，就是军火商、军方、国会绑在一起牟利的圈子。冷战中期其实就有苗头，到冷战后直接从暗戳戳联动变成明晃晃的垄断，彻底焊死了利益圈。这些问题不是偶然，而是整合之后的必然结果。F22的短命就是例子，只造了187架就停产。F35 研发拖延多年，麻烦不断。B21更是天价，单机成本超过20亿，竞争少了，合同集中，价格坚挺，创新自然慢了。换句话说，美国今天的军工格局就是90年代的延长线。冷战结束了，可军火工业依然在轨道上狂奔，停不下来。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冷战结束，敌人没了，但军工厂活得比谁都坚挺。F22在叙利亚实现隐身压制防空，确实让美国更安全。可 F35全生命周期成本1.7万亿美元，占美国年均 GDP 的1%，长期挤压教育、医疗预算。那我想问问，你觉得美国的军工体系是让它更安全，还是更沉重？
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也分享给朋友。下一集我们要走进冷战遗产的巅峰 F-22猛禽，一架号称空中之王的隐身战机，为什么既是美国空军的骄傲，也是财政的负担？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